比利时大闸蟹泛滥成灾了，比利时的处理方式却简单粗暴，不是当垃圾处理，就是当鱼饵处理。这一幕曝光，不知道让多少我国吃货心疼不已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一年一度的春天到了，又到了小动物们繁衍后代的季节。比利时弗朗德地区环境署联合比利时国内名校安特卫普大学，趁着这个机会对大闸蟹年轻一代进行了疯狂反扑。比利时应对大闸蟹的手段其实很简单，主打一个请君入瓮，在河道上安装一个特殊的金属通道，当大闸蟹在散步的时候，就会不小心掉下去，然后很难再逃出来。大闸蟹是怎么到比利时的呢？到底是不是生物入侵呢？这其实是必然的。大闸蟹之所以会突然造访比利时，可能是因为大闸蟹的幼崽一般都在浅水区、浅海区生活。由于现在经济全球化，海洋贸易已经非常普遍了，而其中可能有些大闸蟹蹭到了免费的舱底座。船舶出海航行，由于海面一般都会颠簸，如果放任不管的话，船舶就会出现侧翻。这时候最佳解决方案就是增加船舶的重量，往舱底注入水，加重船舶的底盘。而这时有些大闸蟹的幼崽就这么趁虚而入了。所以如果这么看，大闸蟹出现在比利时，感觉更多的还是有点被动的，似乎并非大闸蟹自动选择的结果，所以也不能算作完全意义上的生物入侵。什么才叫生物入侵呢？一种是自然生成，一种是人为引进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说法，其实也有可能是大闸蟹漂洋过海，属于大闸蟹自主选择的结果。而如果从这方面来看，比利时的大闸蟹泛滥就属于是外来生物入侵了。面对大闸蟹泛滥，比利时大费周章，耗尽移山心力，是不是反应太激烈了呢？其实并没有。首先，大闸蟹作为外来入侵物种，在比利时当地没有天敌，而且还很能适应陌生环境，这使得大闸蟹疯狂生育，坚决贯彻人多力量大的原则。但是大闸蟹多了，势必会影响到和大闸蟹同食谱的动物，比如鲸鱼。其次，大闸蟹已经在比利时造成了严重的河道堵车，而且这种生物还一根筋，没有空间了怎么办？挖，用自己的大钳子挖一个广阔的空间，这就导致了河流畸形了，堵塞了，影响了比利时的船舶。原先一条路可以到罗马，结果河流被大闸蟹搞得东岔西岔，直接飙到好望角。更严重的是，还会影响了比利时桥梁、大坝等水利设施的安全性。毕竟千里之堤毁于蚁穴，而这也是比利时向大闸蟹举起屠刀的重要原因。然而，估计有很多小伙伴还是无法理解，就算大闸蟹有错，但是比利时就没错吗？简直是暴殄天物。大闸蟹可以清蒸，可以香辣，可以盐焗，可以灌醉，但是比利时偏偏让大闸蟹的归宿变成垃圾，变成鱼饵。是河流污染太严重了，就像印度的恒河一样，一整个元素周期表吗？并不是。首先是中西方的饮食文化差距。比利时作为西方发达国家，比利时的快餐文化是处于主流地位。比利时喜欢吃巧克力，喜欢喝啤酒，特别是比利时的薯条更是享誉全球。这证明了比利时喜欢吃快餐，进一步也证明了比利时喜欢吃那种类似于素食的食物。但是大闸蟹属于素食吗？不属于。不管是清蒸还是香辣，料理完后还需要剥壳。其次，比利时的大闸蟹泛滥已经不是靠吃能解决的问题了。大闸蟹的繁殖速度那是非常快，基本上每一只大闸蟹都不能说是生育机器了，简直就是一挺挺生育加特林。据说雌性大闸蟹一次最多可以生产100万枚卵，而且大闸蟹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。无论是淡水、咸水还是陆地，大闸蟹都能生存。更重要的是，大闸蟹一年可以产卵2到3次，这样推算下来，大闸蟹数量越来越多，吃不完，完全吃不完。这时候，或许很多我国的大吃货就激动了：比利时吃不完，那么为什么不打包出口到我国？2020年，我国吃掉了差不多68亿左右的大闸蟹，而比利时大闸蟹泛滥6年了，整整6年才处理掉300万只。比利时的举国之力完全比不上我国吃货们爆发的小宇宙。比利时其实也考虑过要将大闸蟹出口到我国，但是我国可能并不会接纳。首先，比利时的大闸蟹和我国的大闸蟹，说实话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但是进口大闸蟹还需要考虑到运输成本，如果真的同意了比利时出口到我国的请求，那么这批比利时瘤子必然身价不菲。同样的味道，不菲的身价，真当我国吃货是大冤种。其次，我国大闸蟹目前供应量非常充足，目前仍然处于旺季。2023年大闸蟹的产量相比2022年甚至还有所上升。由于大闸蟹供应充足的现状，大闸蟹的价格出现了回落。因此，我国目前本来就不缺大闸蟹，如果再从比利时进口，这大闸蟹似乎并没有用武之地。买这么一堆闲置的食物，地主家都经不起这样造。最后还可以从生态角度来说，大闸蟹本身就属于入侵物种，不仅对于比利时，对于我国也是一样的。目前我国的大闸蟹自给自足，完全属于可控范围。可是如果贸然从比利时引进，大闸蟹的数量会不会不可控？光靠吃是否还能赶得上大闸蟹的生育速度？等等，这些都是未知的风险。一旦我国的吃货跟不上大闸蟹的生育速度，那么对于我国的生态环境必然是毁灭性的打击。总之，比利时大闸蟹泛滥成灾，自己国内的外来物种入侵，终究还是要靠自己来解决。不过说实话，比利时解决的还算卓有成效。后续无论比利时的大闸蟹之患能不能解决，但能知道的是，比利时将无缘大闸蟹这样的美味，似乎还有点可惜呢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